伙计都说的是实话，反正，但是你还得帮我把握把握啊，有时候别说多了啊。我没办法帮您把，我只能提问，但我没有诱导啊，我没有诱导啊，我知道，就是我知道您是个好人就。但是我要把道理让你说清楚，因为我说了我是中立的，我的想法是说，法律层面，就是法律决定，但是我其实想看的是你自己真实的思路，你自己这个真实的人，你现在是这个状态。现在我别的不谈，就是相对呢，我谈话当中，因为我就这个状态了。完需要得保护一些人，就是保护一些事情，保护一些人，别他们在。有时候我太您呢，真接触这么法，在我身上我发现，我知道他们是我就说无法无天，啊。这些我们会马上再到这儿的，我们马上会说的。我这个东西吧，想象不到的，哎，这能做假，这假到就是黑变白。这个我这原来我就不相信，原来谁说。我也持有怀疑，现在我看就黑到白。现在我更多的就是保护这些人，哎呀，安危吧。我对这财产资产，我都这状态了。我不愿意说让您对着我的镜头来认罪，这个不是我要做的事情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就是因为你自己辞职嘛，就刚才回说到这个点，就等你到了局长和市长这个层面，那个其实你每天要考虑的是什么？是当时的实话，是做工作。还是就是自己别出事儿，然后领导高兴，就你当时已经在想什么了呢？那你问这一点问得很明确，我也明确答复。整个我这么走过来，对于就下步再当什么官儿，真说实话没想过说再奔另一个官儿，这别人都不信，但我这信也没用啊，我就自己这么看，一直就想把本职工作干好。你说至于保官啊。保什么？没想过怎么能保官的事儿。你刚才说到你觉得你已经从副局长就边缘化了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主流是什么呢？你觉得你自己被边缘化的话，就到了一定级别越高就看不惯，这决策不对呀。你眼看这决策他这么说吧，肯定不公不正的很多东西看着那了。那你现在在体制都这样啊，你稍微反对他。那不一言堂吗？什么叫专政？就一言堂。你反对他，就边缘你，不用你，甚至你所有意见都行不通。你领导这些科室干部，提职提不起来，能干的人跟着你干，很多人的实务的都不跟你干活，你说话也不好使了。那这不就咱们这个边缘化吗？那上面的人他怎么能坐在那位置上呢？现在大部分人不都那样吗？说像我这种人应该很多，但我是可能明显一点的，我就不适合嘛。你给解释一下，就是政府也好，企业里的领导也好，越往上他们是能力为主，还是就是手腕了？就是搞手腕、搞政治，让大家不要说话。反正就是因为说白了吧，现在老是说这个体制是个反向淘汰的体制，就它不是一个真正靠能力上去的。那靠什么呢？这是我的问题。现在我要说，越现在绝对不是能力。那是啥？你刚才说到手腕，说手腕也行，说就是现在俗称的，我评价这是引起的反感哈。好像太有能力的人就有性格，也不一定听话啊。有时候可能领导的思维啊，尤其一言堂，那就很难往下走。所以我认为这又是刚才我说的体制机制，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党政机关还是政府运作，就这问题。所以现在我认为，当然现在能官强官也还是不少，但是你说的很形象，越往上，我就这么认为。是啥？越往上越啥？他就不是，你看说就不是靠能力，就是靠听话。没能力这么说吧，没能力的，我怎么形象比喻一下子？你的能力可以当教授，没有能力，你的学生可以领导你。那这么说就大家能听明白，就这个状态。那你说教授多些年的几十年积累的学识知识是科学的，
要真正说起来，能与不能的最后的结果，会不会管理，会不会领导，行，会不会不会也行，不科学呀，不科学就不符合道理，不符合道理怎么去？这最简单的，那小学学哲学是怎么去发展呢？最后可能就反了，反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说我曾经说过，现在在中国说腐败太重了，我实打实说腐败还排第2位的，领导的不懂，渎职是第1位的，真正祸国殃民是渎职。渎职你是看不见的，损失太，渎职的损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，真正受损失的是这么大的人民人口，这个损失太大了。我将来专题我建议你做一做，太多太多，不是一本书，那得是一批大数据，但是这个东西看不见，也没人追，做不到。那怎么造成的呢？因为渎职，很多人都在渎职。他也不研究它，渎职能渎职的人，这么说吧，有能力的人不容易渎职，他看明白了，不懂的人才渎职。所以您评价的这个官儿与能与不能怎么回事？我除了表态这个，我自己的分析是这个结果。所以你到副市长的时候，你还是主管财政的？没有，我兼了一小段，那时候是很有意思，他人选没有。我后来就分管那个整个城市最基础那一块，城市建设呀、保障啊这一块。但这一块一听，又觉得是个肥缺呀。对，讲讲吧。对，您说对了啊。怎么个肥法啊？我就是在这一段上这个肥缺上，我彻底辞职了。这一段肥缺上我看透透了，我也看肥在哪，瘦在哪了啊。那我这一段说说吧。反正我认为他们这种。到那个层次是他们会有很多政治博弈的，但我这先声明，我也没有找任何人，也没有任何人跟我说话，我也说不上谁的话。反正你用我就用我，我这个状态已经干到这个状态了，应该业务我非常熟了。所以你做鸡西副市长，我们都知道做城市开发的，你是一定要有预算的，你是要花钱的，这是第一。二呢，实话说，你刚才说到80年代的时候，你家里缺钱，但是80年代全中国人都穷，所有人都缺钱，都是几十块钱，很多人会说你82年代的时候没钱，你到90年代到0几年到1几年你就有钱了，你就有挣钱的本事了，而且你职位越高，你眼睛里看到的钱就越多了，所以您把这个实话讲讲吧，就是当时鸡西的城市是个什么样子的？你看到你要发展，你手里你有什么资源，你要盘动什么资源？好的。分管城市建设以后啊，很多人都确实你说对，城市建设是个肥缺，肥缺在哪呢？规划呀、审批呀、土地呀，还有城市建设的工程啊，这就是肥缺啊。这管城市建设呀，应该大家都这么看。我曾经呢，在部门的时候也这么认为啊，但到了我身上的时候呢。那肯定心情状态当时就感觉很好啊！你看这当副市长了啊，而且呢，这知道这个权利，这知道他们都有这么多权利啊。这我说实话，当时就很简单，这么个心劲儿。那是哪年？2012年。2012年。我说2个例子，先说工程。那就工程，那比咱大的官总有嘛，打个招呼。船长啊，这个工程啊，你得让他去干。我一开始还这又挺蠢，你要打电话我就告诉那个部门了。我认为就是打个招呼就行，我得打呀，所以让他就干。但后来部门就一开始很不好意思过来跟我说这个都公开招投标，你得制定这程序太透明了，他说我们没法操作。我说那我让你干是这意思啊？我说他领导说那话说那么就是同等情况下，这个话我现在才理解，就是意思他说的是官话啊，说同等情况下你优惠点他。我说领导不这么说的，他们就问我他什么叫同等情况下？我说我理解就是你报名条件都一样，那个金额都一样，
他领导是这样，这个招投标我跟你讲不是这样，招投标是现在是科学了，不是低价中标，也不是高价中标，是10个人去投票都是匿名，谁也不知道谁，平均数，他这么就比较公正。他那我们不知道谁同等条件，我说他这么说，我说我认为吧，咱也没帮啥，他得公开参加招投标啊。我想解释这就做不到了，但我才知道这还会有暗箱操作，他们就不知道是技术链的问题了。我就跟领导说做不了，1个做不了，2个做不了，3个做不了，比咱更大的官我是副手啊，有的就找市长去了。这个政治人物就很有意思，市长说我同意啊，我告诉那个船长去，他们都这么说，都这么推，但我执行不了，往下走下去呀。我就举这个例子，而且我这个期间我特防备一点，就领导安排我的，我说过话，这肯定是违纪了。有人直接找我的，我实打实的说，我也没敢传话，也没敢推。这得别人说你家亲属朋友不都来干工程啊？我也不标榜，我也没有人那么伟大。我就我家亲属很少。刚才你问到我一个说什么有没有借机收钱，我说我现在想了想，因为现在没公布，没有，我确实也没听到，也没有。但是呢，我家亲属很朴实，很老实，也没有人会干，就他们没有人就过来说啊找到我怎么地。而且我当就想，我领导交代我事儿我都完成不了，我自己我哪敢把我活去揽去啊？这我说实话，领导活都没完事，有同学朋友找到我哪敢？我告诉说，我说求求你了，这个有比我大的官交我都办不了，我咋办呢？而且我又怕呢，我真办了，你说他们真要给我办了，那真出来点问题也没有不透风的墙。这我就真实的心理。所以你刚才说的更大的领导是比你们市一级还大的领导，那就省了呗。省啊，包括市委书记啊，这官儿这都大呀。这我说到工程吧，我得讲肥缺在哪，大家比较关心的，你不贪你不得，但是这工程就这样，你也不知道从哪来的，谁跟谁的。后来呢，我听说这个人就开玩笑。后来也有，这底下总是有这些朋友、同学、亲属有熟悉的，他们说跟李传良不要说实话，有些是那样说，哎呀，这我工程成了，我跟你处哥们儿怎么地？他说他那个人吧，就有点缺点，我还真跟很多人都很友好啊，他们后来就防备我，怕我知道这个背后是怎么回事，我也确实没光忙干活，也不知道是谁，所以整来整去这些东西。我就等于我介入不进去，我也接触不上去，我自己也没有那个心思想去接触。这我得说实话，在这个你说肥缺这个事儿，但这件事儿矛盾就出来了，出来还不在这，再明显的在土地开发，这我才知道。但我认为呢，这里有些人就有问题了。土地开发我说2个例子，一个我们有个新区，开发地点最好的。叫省重点中学学校附近嘛，一个最好的地。那块地我记得数着脑袋吧，这打击有点糊涂。我记得当时公开卖好像得能卖3个多亿，好像也不是公开卖，就是那个价，周围对比，这都很土地价很公开，像房子价似的。然后当时市委书记就找说。招商引资，反正找了个名堂，说这个应该3000多万给他，他将来会贡献太大。第一次找我就说这办不了，这肯定办，我直觉就办不了啊。一个3亿的地要卖3000，对，这个数可能我不太准了啊，我大致头脑就1/10的价钱我大头脑想想说办不了，完了，当时我记得他就找到大市长，对，我当时想起来，我就请教大市长，我这书记说这个事情啊。大厂明确态度办不了，他也知道那明显的呀，我们都很具体这数字太明显的工作，那一块财政收入就没了嘛，然后很接着可能大家就找他了，他可能就推个盒的，这不好，那都是平级官嘛，那我再跟船长说，实际说个盒的话，他跟我说，你看书记又找我了，你能不能办？我说你不说也办不了吗？
我说办不了，他那就这么地吧，不能办，就实际问问透透我话，不能办。然后后来书记紧追不放，就找各位那个，因为这块地能拿下来，有个招牌挂会，就公开招牌挂，有国土局、规划局、建设局，还有纪检委，还有财政局，好像5、6个部门，就分别就是直接指挥他们。指挥完，我不知道这个领导这个决策，要像我不会这么做的，我打电话。你怎么说不行？那我肯定也不能明确说我不行。我说我了解各部门没法走啊，成绩。他我跟各部门问了，都能办。这不给我装进去吗？我比我大的也同意，比我下面也都同意。我这就批上，我说那都能办，他们办吧。我寻思不对，我打电话问了几个，还得是你要问到国土局、规划局，他们说书记来电话了，我们只能说你同意我们就办。我说我怎么同意呀？我就不知道啊。我说你不都公开吗？他说那挂牌的时候我们可以走一种不公开，就签字，大家都连签。我说那连签完就给他了，我就问他，他连签完还得挂牌。我说你要挂3000万，那不人都来了，那都来5000万叫别人拿走了，咱可怎么办呢？这我说的是实话呀。哎呀，他们说那领导有办法，凡是报名的人。他们去沟通，这我就问了，我说这有窍门啊？他们说沟通想办法，再研究他们研究别的地呗，那也得有招。我说这我就没整明白。我说那你要这么做，那我明确，我跟底下可能说话就知道，我说我不同意，这话估计也捎过去了，啊，完了后来真就搞连签，我得签字儿，反正我就没签。这个事儿我得说实在话，黄了。哎呀，这家这个事儿，你说这叫肥缺啊？这为啥我2年半我不干了？这叫啥肥缺啊？我说这不是这就说责任都不行了，这要说怎么说？要不就同流合污啊！后来我知道开发商谁那都找我谈了啊，谈吧，谈完这有你一股。我一看这就这么公开明的去，我不是说我是要不要那个，它2码事儿啊。这就突实明摆的。我说这一个例子，还有一个例子。这个例子等于就是说是招拍挂，第一呢，3个亿的地可以卖3000万，但是有10家一起招标，那9家怎么办呢？先内部连签，连签以后把另外9家用其他的好处再给劝退了，就让这3000万的就拿到这个地。对他们怎么做？然后再公布。他们肯定是有招。你说这叫啥状态？这是逼的没办法。我是认为不可能。他们就这么说，哎，我一看，我说行吧，我都不知道他用什么招，我就不知这件事吧，可能别人说都认为这怎么能笑话了，我现在认为这就是笑话。我笑话在哪呢？不可能有书记直接插手这么去操作，这是我后来，你刚才说到肥缺，我就说这个肥缺给我带来的重大影响。还有一个事情呢，这个事情成了以后，我的影响才是最大的。接着说，那就另一个事情，这事情很多，我就举例说吧，因为你唠到这个问题，这就我所有的这个辞职，后来这事儿就都出现了。还有一块最好的鸡西的黄金地块，黄金地块在哪呀？这个地方曾经是什么？有什么场所？很大的一个广场。广场这得有什么服务场所啊？工人文化宫、青少年宫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，我就说这3条你就知道了，这些都是为民免费开放的地方，那是黄金眼。黄金眼什么最好啊？开发最好。书记找我谈，说把这开发了。按照规划法规，首先这个不行啊，按照规划法规。这个不行，什么呢？就是规划法规很严，会什么绿地、市民用地，那是有规划用途的，你要改，得报国务院去批。在这个不能改，城市是有规定，给你多些绿地，多些，这是给市民。你看这几个地方吧，那开发肯定挣大钱，那谁都知道。那纽约为啥就是说一直房价这么高？那北京首都什么商贸圈，不就这个结果吗？啊，所以这不用商量，我认为就不可能的问题。市长也很明确，
我又说，所以说不可能吗？这要可能，你知道得怎么走吗？得把这地方变为平地，那里还一栋居民楼呢，啊，那历史形成的啊。哎呀，每年呢春天不是每天呢早晨晚间，这个东北大妈你知道跳舞的那都太好的一个地方了啊！火车站旁边黄金眼，那就是市民就那么一块好地方。但是怎么做的呢？我没同意，市长也没同意。要做应该怎么做呢？我们都同意以后，城市执法局要公布政府公告拆迁，得把它迁走。第二，拿着平地去挂牌儿。完了，公开摘牌，政府审查规划开发，这就是公开政府动迁有法的程序。如果我不同意，市长不同意，这个就没法走，至少主管部门不同意，走不下去啊。但事实没这么走，直接规划局就强迁，直接书记打完招呼，工人文化宫你必须搬走，青少年宫必须搬走。签一纸空白协议，你搬走以后，未来开发商给你还房子，就全都搬走了，强拆了，强拆了。那老百姓到现在上房子，那房子老百姓不走啊，一栋楼给强拆了，现在就变成当时为啥叫烂尾楼呢？但你拆完以后，你总得走程序吧？那时候那开发那啥，那我这得说啥叫行贿？拎一大兜子钱来找我说这，我们来开发了，来干了。能可能吗？就这件事情，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，去调查他去吧。啊，就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。所以这个工程叫什么名字？什么？后来改好几个名，换好几个人，都是换汤不换主。就俗称要查鸡西青少年宫那块地方吧，没了。查历史能查到，现在是什么状态？我都离开这么多年了。我说这都是10年之前，12、13，因为我14年辞职嘛，所以我就要解释。最后我想说，我当城建副市长，干没干事儿，我问心无愧。为什么这么干？自己的性格和业务，别人不这么干，反正我就这么干了。再一个，肥缺有没有？有。我怎么得到？想得到，想为谁？我的朋友谋福利，什么的，也没做上。想做没做上，有人做我就劝退了。领导安排我的事儿呢，对，可能他们都能办了。这部门隔行如隔山，我不知道咋办的。我听有的工程都拿走都干了，但是由于我这么一顶，接着引来了各种威胁、恐吓、打击。那时候来的，就明确书记跟我谈，啊，开始找所有人了，找人谈话，给没给李全良送过钱，写信。没送你，明显你必须写出50万，写完以后我给你当人大常委，这我都知道。有人都掉眼泪跟我说呀，然后找我妹妹谈，如果你哥配合，女干部提官；不配合，你哥就危险，就到这状态了。最后我是这么逼的吃，我干2年半，5年一届啊，没到呢。所以我还先回答你一个问题：当城建副市长好不好？是个肥差，对我好不好？对我是人生重大转折点。我得到啥便宜没有？我得的就是什么这人生最大的打击从这开始。我现在都想，我不适合从政，这是最明显的。我不当那个官，我也得罪不了那些人，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所谓的指挥权责任，还给我一个签字权，我没有，我不影响啊。我干我的部门搞业务的时候，不用太考虑的眼光，他不用安排我。那当财政局长，那么多副市长，那都副市长管，副市长、常务长、大市长，那都是分工的，我就是执行就行了。我多简单呢！我提好的建议，他听不听那是领导决策，我没有决策权，我就执行权。这不行了，这变成让我思考决策了。所以我就答你这个问题，就这么。所以等你辞职的时候，你账上有多少钱？我账，你自己家的存款有多少钱？我数记不住。那我说实在话啊，那别人都不信，我真记不住。我家里头那肯定我那爱人都做很多年买卖了，那钱肯定我记不住数。凡是我得说实在话，我要最大违纪，就在体制内已经家属开始经商了。但是我一定要声明，不是我声明啊，这个事情在鸡西是公开的。
知道我们家属经商做买卖，而且我辞职的时候，省纪委专门查过。我当时为什么说这个？你要说我法盲，我不是法盲吧？我是承认我有点问题了。实际家属做买卖也不应该，也是违纪。但是我坚信一个问题呀，我没利用职权，我就不怕呀。我没有寻租，没有利用我总寻思，我总怕人认为我那什么，我所有那，我说你们都一定要公开，让他们说个笑话的事儿。我们家这个企业多缴税，我说可别在税上做文章，那别的扣不上，别偷税呀。所以你当时离开市场位置的时候，有多少就是你亲戚和你名下有多少企业？哎呀，基本上得有个，我估计7、8户是有了吧。因为我详细我没捋它，7、8户是有了。但你那个时候你自己名下有公司吗？我没有。后来这次公布的，你名下有你的股份的100%控股的有18个实业，那这18个都是你后来经商的吗？实话说，有我后来经商的，有我合作伙伴的，有我家属的，有我朋友的，有根本就跟我没关系的。这18个，为啥我没一一解释呢？我也没时间去解释，没人看他。我因为这件事情。肯定要解释，要捋清，他不走法律公告的吗？但我就跟你说的，真实的有，不真实的也有，明显有的是合作伙伴的，那他真实入股了，但可能我讲没讲过，但现在被打的、被酷的、怕的，他自己都不承认了。我曾经还沟通的，我笑话了吗？我说你自己股份你不维权呢？怕呀，也就是说，有的是属于别人的股份，但是他们都不敢说是自己的，全算在你名下了，是吗？现在对呀，甚至还有的不那个，他就是自然人，你为啥不敢于承认？你怕什么呀？就是你不知道那个白色恐怖，我知道恐怖的来，也就他自己钱硬可拿出来，他也认了。但我这一次我都想，我不管你讲不讲什么正义道义，我得替他说。我替他说，第一解释我这不是我的，第二，你们酷刑把人拿走了，我听说有的抓多长时间交钱就放人，那我也得帮他要回去。你跟我分道扬镳的，他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，没毛病就没毛病。所以我想解释，你要就每一个，那我没必要解释的，最后早晚会解释这一天的。你什么时候解释呢？其实我是想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我们甚至把那个中国法院报的那个公告，因为我完整的看了。里面确实有很多栋楼，因为说你有1000多套房产嘛，对，咱们先说公司哈，就是你14年离开的时候，你名下没有公司，但是你亲属有，14年到后来，你经商经了多少年？哪年走的？其实14年5月份，14年5月份，对，然后你是18年就离开中国了。但那时候我继续做，我出去看病去了。我明白，但14年到18年这几年，你后来又开了多少公司，又做了什么项目？因为我看他这个清单上还有什么滩涂项目，有什么矿业，有什么不，这个不要看他这是什么？后来这实际是一个项目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不是说做树木吗？是租的。那严格说，那不是名下资产。所以你14年到18年，你又做了什么生意呢？你像开发项目做过，开发项目做过，做过这些农业种植业、养殖业，还做过这个，他们有一个节能减排的，行业做过，我记得应该是。因为他这个开发项目，知道不是论公司论一个项目来，至少得有，算我独立做也得有算4个，合作的也得有，因为我没太捋，合作的至少也得有4个吧，至少是这样。但我当时刚才我问你的，你有多少本钱，你没回答我哈，你可以选择不回答。但是我要问，就是你14年经商的时候，你当时认为你怎么就能有实力下海？因为你之前说到了，你懂业务，你又做市长，所以你知道哪是有商机的。你认为你在你的位置上不用拿现钱，你以你的知识、以你的能力，你也能挣到钱。所以你14年下海的时候，
你当时觉得你在哪些点上能挣钱？你给自己就是第一下海的时候啊，对，第一笔最大的钱是怎么挣的？但是我们在说那个之前，我要问你，就14年你说你裸辞，有一个3年的纪检，那时候查你什么了？那这个我说说吧，这个因为我知道一些，因为我要配合。我2014年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，我2014年5月份辞职。这个按照公务员法，原来我不知道这么复杂啊。我当时想辞职，可能我刚才说到了，确实干不下去了啊，看透的。那时候我就得病了，看透的了，很重的病是吧？为了这个，不管是老人的孩子，就看透了。所以说我自始至终吧，这总说不明白，就说你就得说具体。不留恋这个权利，我没看到这个权利给我带来什么东西。我因为都是靠我自己的脑力和研究事情去取得的，所以说就看透了，丧失信心了。是在这个说体制没法干了，所以14年5月份我提出来，提完以后很快，这个你说没有得查证据啊。我14年5月份工资全停，医疗保险、养老保险全停。工作全停，办公室全交，这你持续的表现，这变为自然人，这是表现嘛？完我就准备，那时候我已经得病了嘛，我要申请护照，也想原来你在体制内走不出去，你也没有护照，你想我就想出去养病，放心情，主要这么想的啊，而且确实他们也说，后来我也去了，那个香港养和医院确实很专业，我也去了，但是。到17年3月份我才拿到护照，3年，将近3年。这个时候呢，首先是有些领导找我谈，就知道我有情绪。当然我有情绪，那个时候，那我能说对谁不满意？我明显的我看透这个体制了，我能这么说吗？我说身体不好，我也拿我诊断，也确实是，但他知道我闹情绪，为什么呢？你像那个省委的主要领导就找我谈，哎呀，说你这个意思呢，当然说的也是官话，业务能力很强，专业干部啊，怎么地的，说你能给你安排更好的位置，啊，你要不愿意干呢，当个员儿也行，啊，我真当时有点犹豫了，但后来一想，这个体制内，你到哪你不都是个领导职务吗？本来打击这样的，还总动摇什么呀？这是一个因素。第二，我这么多年，就说从他开始，我当科长，我副市长，我看着状态，我看到了，这体制内这个水这么深，那我自己去干呗。我看了太多的商机呀。后来我干的项目，你包括在其他城市跟他们招标工程啊，很多都失败的，干成就去干就去做，那我得挣钱呐。我认为我这回我自己甩开膀子去干了，我有信心。还一点，那时候我这个注册会计师，深圳会计所找我，那年薪当时就给我谈的，给你30万呐。那我上哪能挣这30万的呀？说我一点不愁我自己养活自己了，最主要是怎么说，身心疲惫，再也不想干，太累了，就这个状态，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。你说我为什么那时候辞？但是没想到。这3年多，首先是上级的组织部门，这3个部门呢，组织部门把我从开始，我是公务员嘛，参加这干部是好顿捋，组织部门他自己的那些组织，实际就是一种审计审查，然后上级审计部门，审计部门这个审计很有意思，由于我这个位置特殊，就财政局长，按照法律是。每1年同级审计1次，这个别的部门没有啊。然后每2年或3年上级审计1次，而且这个期间各种专项中央审计。我在这8、9年财政上年头是10年，实际是8、9年多，经历各种审计得有几十次。也就是说，我说这个就是说所有资金报告都有。这个审计涉及你本人还是涉及你家人？主要是我本人。那你家人呢？你亲戚呢？这个
就以前那个审计不涉及啊，但组织部门肯定涉及了。他也了解一些问题，我也都该陈述了啊。这是我说的这个情况。最关键的是这一次办案机关监察委的审计，那更细了，几乎从我参加工作开始，就包括当时我们经商办企业这些公司，因为我们也没隐晦啊，家属这些也都做了审计，也做的，这是监察委的这叫审计还叫检查呀？应该就跟审计就不一样了。证明什么呢？就是审计报告出来证明就是没有违法，没有这些行为，但是最后呢也做了个函询，就是我哪些地方呢似乎有违纪有不对的，就这样，这个很重要，3年多呀。实际后来我才知道，有人说我想出去看病，护照不给，他说你这辞职本身就领导很痛苦，实际上查你有没有啥问题，有问题那就收拾你了。哎呀，我当时说完我就想，哎呦，这太麻烦了，但我也没太在意，啊。所以现在回头看看这个体制，它会让你全身而退吗？那肯定不会呀。所以结果我说嘛，这个报告我认为让他们公开，他们都会有。他肯定，我听说上省委报有人跟我说一个完事儿了，我要追问完事儿结束了，这都你3年审计我没问题，2014到2017年。然后我18年拿到护照以后，我国内安排，我18年没有任何事情，我正大光明、大摇大摆，我正常出境。你给我的护照，你看我护照，他们那护照都包括自由亚洲采访还看我护照日，他看我这是不是司机呀？2017年4月份给我的护照，我走了，到香港医院查我记录，我看病的。后来走的在外头也散心，这么多年了，哎，你之前出过国吗？也出过。那你那时候拿什么护照？公务护照。所以辞职的时候，公务护照收回没了，那变成就是咱普通自然人护照、普通护照了啊。后来就改疫情回复，就这么个结果嘛。所以这后续的事情一系列就都来了。所以你18年出来是治病，然后在香港，然后什么时候来的美国呢？2020年。那你这中间4年在哪儿啊？不是4年，这就2年。对不起，18年11月份，19年11月，1年半。那这18年11月，你看19年，我记得19对，才1年半。那这1年半您在哪儿啊？我不管我在，这申诉啊，我也有这个能力了。香港待的多一些，韩国，完上韩国医院去看，这些记录我都有，诊断都有。这个期间我还到。我看东南亚旅游，我爱人跟着我，陪我老妈，我老妈也都去了，我们全家这下非常好的。你妈现在还在中国？已经80多岁了，已经都糊涂了，都糊涂了。然后18年什么时候立的案要查你？不是18年，哪有啊？我怎么记得说是18年？没有，这个时间很重要啊。这都没，这个为啥我要证明呢？因为他现在写的是这么写的啊，这我写不出来。2018年11月说我出逃，我出境记录有啊，不是谁宣布我有案子，我怎么出逃啊？什么都没有啊。还有一个呢，你要看，我感觉记者都很正义，你们都很敏感的查了。咱查公开文书是最准的，因为这有人问过我，我自己我也知道，公开文书是这样，或者公开能查到。18年11月我出国，这不用说都能查到。那剩下我那些国家，那是我自己看病、旅游、养病是我自己的问题了。要2002年到美国也能查到，关键到2022年8月，一切都从2022年8月份以后，我的命运全改变了。2022年8月份以后。这个期间到了美国，在美国不就是自由了？他们说东南亚都不安全吗？自由了。最关键这时候出了个小事件，我就脾气耿直。我曾经的一个下属叫孔令宝的小伙子很好，叫什么倔强愿说话，说了多少次了。我说你这样坏在你的嘴上。果不然，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？这话反正是机器都知道。后来没了，如实说吧，就疫情期间呐。那你知道中国那疫情，大家谁都不知道咋回事啊？
那咱就不评价疫情，不咱评价的那种死人种这个状态，领导总被批评，总被责呀啊！他部下那领导拎着乌纱帽，那你至于那个疫情为什么隐瞒，为什么不公布？领导是你死人还不行，他那个区大的状态，不说这个了，被撤职，被个人因素，他这给他整这小子就火了，应该至少是私下骂过2次，骂个什么话呢？这现在体制内人大忌讳，共产党的活不能干了，在职的党委书记啊，不能给共产党卖命，这俩是实话。现在看来，什么微信圈都不能瞎说，这监控太严了。这个话据说传到，那我就不知道多大的官了。而且还一个事情我知道，然后传出去了，领导就知道了。他还真跟我说，他说这不行怎么办？我说检讨吧，成这话大忌呀，大不了官就不要了呗。然后去谈话，当天就被逮捕，当天就抄家。哎呦，这些我们都声援，就看着这都紧张，都害怕了，这至于吗？紧接着很快，国内的媒体就报了，你知道咋？后来2个报道，第一个媒体好像能查到。什么黑龙江什么柳毛衡山区柳毛书记衡山书记说错了啊，柳毛这个乡孔令宝因发表不当言论，当时我都很惊讶呀，我说怎么能敢这么说呢？再发表不当言论，你也不能你总得编个别的名义吧？后来他们说领导就这么定的，就震慑的瞎说话，他说话确实错了，咱承认在体制内来说，但后来就变了。什么贪污、行贿、受贿100多万，判了11年。这次这个清单里头也有跟他有关的房产，啊，跟他就什么，哎呀，那什么房那个事儿，我将来我那么专题这个事儿好办呢？这个清单我那样，或者专题做个节目，我认为啊，这些东西最好不听我的，这么长时间了吗？让国内律师去捋，希望他公正审判，律师每个都捋完，肯定每个都会有一个辩护。我现在说自我辩护也没用，我认为律师会捋清的，我也会捋啊，我会跟我捋我自己的，律师会公正的去捋，希望他能这样公正审判，让律师都捋清的。但我所知的，要说到孔令宝说一个，不是孔令宝是有1户房的，当时我在紫薇的时候呢，也没有说就很多人那些缺房子的时候，大家去买房的。比市场价优惠了一些，但我知道差他家优惠的多了，是这个，实际也是一种企业促销的方式，他优惠一个价差不几万块钱，现在都把人收回来了，这明显。你说的收回来就是现在这个他把这几万块钱算我贪污了，说我给开发商说话，我记得这个我都离开了吧，他买房子优惠。很多人的房都这样啊，说那个优惠几万块钱完了这个算优惠，这不价差吗？便宜了吗？算我贪污，完了让他把钱退回去。我说这天大的叫这个事儿，将来法律去捋吧。这老是你就看很多这个有人眼球，就这样情况，对，我估那个房子当中这个情况1000多户，得有几十户啊。那我总得有时候打个电话说他们优惠点，便宜点。凡是这个我说话这些人，他们是打出来就这个情况，你看你没听说很特殊吧？我打个电话，他们买房子便宜优惠了，算我贪污了，就这个情况。那这个事儿吧，1句话2句话说不清，必须得把这个就这一件事情从头捋。我贪污在哪？我知道他们怎么指向的，那必须从头一个一个捋，而且让律师去捋，让律师去说。律师肯定他依法说嘛，他也是很公正，像您这个独立记者也会很公正嘛，啊，我就说这意思。所以我解释这是一个事件，我就替他呼吁了。然后8月，你怎么替他呼吁的？我就是在媒体上喊出来了。我喊完以后，这个事件公开的啊，8月能看到报纸，我公开我就声援他，给他们点压力吧。8月19号应该是还是8月20号我记得是8月19号公开说完以后，这8月份9月7号不到一个月吧，
中纪委正式宣布2020年9月7号给我立案，正式宣布的。然后呢，后续没有了，后续我是知道的，听说这一次有了，那应该是9月20号，公安厅给我发布逮捕令，然后又是什么通缉令，就这一系列。你看这个，咱看时间说事儿吧。那么18年出逃，我从哪来呢？所以逮捕也好，通缉也好，他们黑龙江或者中国的公安有试图抓你吗？那肯定啊，我那时候还跟家里朋友都联系啊，他们说有的近的朋友都打电话了，他们敢告我你千万不要回来，但是说他们都找你呢，那我肯定害怕吗？为啥害怕？那孔令宝都被抓了，那我肯定这个恐惧我肯定心里有。我当时说，我说至于吗？我原来寻我一个自然人也不怕了，后来一看扣帽子，孔令宝也是贪污也什么，我都往这顶扣了。所以你现在还敢回中国吗？那我哪敢回去呀？我死说吧，我现在有这准备，我不在乎我的死了，已经因为我死人了，死好几个人了，因为我植物人那么多了，他们受酷刑受那样了，我现在为啥这么做了？我不是需要我说还我清白，我也不在意这些资产，谁去他们说话呀？从孔令宝开始，我说我不说，没有人说，我不说，谁又去敢去说？但我说完了带来的就这种打击迫害，全都抓，反正我就这样，你们越抓我越说，我越说他越抓，最后就今天这个结果，刚才你说到的，我就说是，这绝对是体制内的监察委内部人，我不能说，就是一公报出来，有人就捎话，就监察委内部说，内部的人啊级别很高，笑话，他内部人都说是笑话。但为啥叫笑话啊？反正做大吧。那我说媒体审判做去吧。这件事我认为我再解释，30个亿，有人说30个亿没有，不信，3个亿还没有吗？3个亿没3000万还没有吗？我认为这个事情我解释，我已经没必要了。还是要问你，所以3个亿你有吗？我挣的钱我有。是你自己挣的？我自己挣的，就是14年到18年，你挣了有3个亿。到2024年，14年到现在，你挣了有3个亿。我有啊，这3个亿在哪儿呢？在美国还在中国？没有，1分没有。我现在很应该说我很简朴。为什么没有？很重要。我现在在做什么呀？学英语，上教会，我在学会计证，我想出去打工呢。因为美国人看很多6、7岁都打工干呢，因为他把我账户都封了，我没准备，我没有想带钱，我有很多事业，他那些都在企业投的干项目呢。所以你3个亿有13个亿有吗？就是你实际你在中国挣了多少钱，或者你这么认为你挣的钱，然后现在被中国就是被公安查没了的。我现在说实话，可能不，这个企业不是我在管的，有很多企业管理员在管的，就所有企业都在投在项目当中。这数我记不住，我不是隐晦你，我记不住，我要现在跟你说个数，我对你也不负责任，对我也不负责任。明白。但是这个数，今天没说，我没说，不用，我用不上几个月会清晰的。我因为什么呢？律师都在捋，我也得捋呀。这东西原来他们都是恐惧害怕，现在你都公开了，我也知道你是什么情况了。原来只是很多人失联不敢联系了啊，现在我知道这情况了。那还有很多他不是我的，我得帮人捋啊。我的你不用，这个数据不是今天我跟你说，不是我不说，我很重要一个问题，我不知道了不了企业家，他不会这么多企业，我不会天天记我自己的账的，而且每年的利润盈利，如果揣在兜里。我就带出来了，我带不出来，我没有想跑，没有想带，我有我的卡，我一年消费我几十万就够了。大家不知道我的状态，我不是说我简朴，我没有什么什么上百万的手表，我就是吧，我不喜欢那些东西，我这衣服都是做的，也没有什么名牌，我买也不合适。再一个，尤其后来我得病以后，我还很注意吃什么的，我往哪花钱呢？我没有花的地方，所以我为啥我解释？我那个时候也不需要钱，现在他把我户都封了，我为啥没有是这个状态？
他国内是挖地三尺，有关系没关系，先扣住再说呀。还有一个说法说你用手提箱拎出来了500万，那个这事公布了无所谓啊。他那个这个最后让律师去证明有没有这个事情吧。我先说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认为他们也不存在。我钱拎来我放哪去？怎么个情况啊？我这么说，我曾经后期看病前，朋友还借过我钱呢，但朋友也没让我还。但这个事情不怕。我说不怕在哪呢？他有那么多的证据判决书，这很快吗？去捋他去呗。但我现在非常严正的说明，他扣到我身上了，扣就扣。我认为他们也不存在，我也不存在。但是有可能，因为我知道他公布有一个孙先生了，他就在香港自己做业务，我知道这个情况。而且他也确实是曾经也资助过我，也帮助过我，但是这个事情我不是没有印象的问题，我因为根本就不是这种事情。反正这所有这得太多了，30多亿资产，你什么1000多套房子，每个这个每个你也不是藏得住，也不是不说，每个都能捋清它。